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我在婚恋服务圈子里听来的真事。主角是一个刚从广州嫁到台湾的陆配妹子，她跟我聊起这段经历时，那语气里满满的震惊和感慨，真的让我这个见多识广的老红娘都忍不住想八卦一下，然后赶紧把这故事写下来跟你们分享。话说这个妹子啊，叫小雅，广州本地人，长得水灵灵的，性格也开朗大方。她是通过我一个老客户介绍认识了个台湾男的，那男的在台北开了个小公司，家境不错，人也老实。小雅跟我聊的时候还笑说，丽姐，我一开始还以为台湾不就是个小岛吗？能有啥发展啊？谁知道嫁过去后，我才发现自己真是井底之蛙。这话让我一听就乐了，心想这不就是个活生生的文化冲击案例吗？小雅刚到台湾那天，是她老公小陈开车去桃园机场接她的。一路上，她坐在车里盯着窗外看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眼看到台湾的街景，心里就咯噔一下。怎么这么破旧啊？路边那些房子，很多都像是80、90年代的老楼，墙皮斑驳，有的还挂着那种老式招牌，跟广州的高楼大厦一比，简直像是穿越回了我小时候。他还特意提到，桃园机场附近的路啊，有些地方连人行道都坑坑洼洼的，电线杆子上还挂着乱七八糟的线，活脱脱一副老旧乡镇的模样。小雅当时就有点懵，心想这不是号称全亚洲最富有的地方之一吗？怎么看着比我老家广州还寒碜？不过呢，小雅也不是那种只看表面的人，她老公小陈看她一脸疑惑，就笑着跟她解释，哎呀啦，你别看这些房子旧，台湾人其实很会过日子。咱这边不像大陆，动不动就推倒重建，盖那种亮闪闪的高楼。台湾人更喜欢修修补补，把老东西用得久一点。这话让小雅有点半信半疑，但她也没多说，毕竟刚到人家地盘，总得慢慢适应嘛。接下来几天，小雅跟着小陈到处跑，去了台北101士林夜市，还逛了几个有名的老街。他越看越觉得台湾这地方怪怪的，比如说吧，台北101是挺气派，高楼耸立，里面全是名牌店，跟广州的珠江新城有一拼。可是一出101，旁边的小巷子又是那种窄窄的，挤挤的老房子，摩托车横七竖八的停着，路边摊贩吆喝着卖臭豆腐、珍珠奶茶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当时就纳闷了，这到底是发达还是不发达啊？怎么感觉像是两个世界拼在一起？我听了哈哈笑，说，妹子，这就叫台湾特色啦。你再多待几天，就知道这破旧背后藏着多少门道了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小雅就发现了台湾的真面目。她第一次震撼是去小陈公司的时候。小陈的公司在台北一个不起眼的老楼里，电梯还是那种老式的手拉门，嘎吱嘎吱响。她本来以为这公司规模肯定不大，结果进去一看，里面全是高科技设备，员工用的电脑，服务器都是最新款的，连办公室的咖啡机都比他在广州上班时用的高级。他问小陈，你们这公司看着这么低调，怎么设备这么先进？小陈笑笑说，台湾人做事啊不爱浮夸，里子比面子重要。你看这栋楼旧，可租金便宜，省下来的钱都投到研发上了。小雅听了这话，开始有点明白台湾的套路了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以前老觉得大陆发展快，遍地高楼大厦，地铁修得飞起，手机支付到处扫码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方便。可台湾这边呢，感觉像是慢了好几拍，街上看不到啥新楼，连路边小店都还是现金交易为主。我还以为他们是落后呢，结果发现人家压根不是穷，而是有自己的节奏。这话让我点头如捣蒜，毕竟我这些年在两岸跑，早就看出这点差别了。大陆这边啊，发展是真快，尤其是这10几年，高铁、高楼、互联网经济嗖嗖的往前冲，大家都讲究一个新快大。可台湾呢，节奏慢得多，很多地方像是定格在了上世纪末。他们不爱拆旧楼，不爱追最新潮的东西，但这不代表他们没钱或者没实力。台湾的经济底子厚得很，尤其在科技产业上，那可是全球供应链里的一把好手。小雅后来才知道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有多牛，
全球多少芯片都是 Made in Taiwan。这可不是盖的。再说生活层面，小雅有一天跟小陈去超市买东西，发现台湾的物价不算低，但东西质量真好。她买了个日本进口的苹果，咬下去那叫一个脆甜，比她在广州超市买的好吃多了。她还发现台湾人特别讲究环保，超市里塑料袋要自己带，不然就得花钱买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一开始还觉得麻烦，后来想想人家这是真有素质啊，不像咱们大陆。有些地方垃圾分类喊了半天，还是乱扔一气。这让我听了也感慨，大陆和台湾在生活习惯上的差距，有时候还真不是钱能衡量的。就这样，小雅在台湾待了1个多月，慢慢从看啥啥破旧的震惊，变成了原来这么有钱的感叹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台湾这地方外表看着不起眼，可内里全是真金白银啊。跟大陆比起来各有各的牛逼之处，我听了笑得不行，心想这妹子适应的还挺快。小雅跟我聊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插了一句，妹子，你这才待了1个月就看出这么多门道啦，看来你这趟台湾之旅真是开了眼界。她笑着说，丽姐你别说，我还真觉得自己以前太小看台湾了，这地方啊真是越待越有味道，越看越觉得牛气冲天。我一听这话就知道他肯定还有更多故事要讲，赶紧让他接着说下去。接下来，小雅给我讲了她在台湾的第2个大震撼——社会福利。她有一天跟着小陈去办健保卡，就是台湾的全民健保。办完之后，小陈带她去了一趟医院看牙。她跟我说，丽姐你知道吗？我在广州补个牙，随随便便就得几百块，贵得我肉疼。可在台湾这边，我补了2颗牙，才花了不到200台币，折成人民币也就几十块。我当时就傻眼了，心想这也太便宜了吧。小陈看他一脸惊讶，就跟他解释，台湾的健保啊覆盖可广了，看病拿药住院基本都报销大半，普通人根本不用担心医药费。这话让小雅彻底服气了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以前老听人说台湾经济停滞，年轻人没出路，还以为他们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结果发现人家这福利待遇真是甩了大陆好几条街。我听了点点头，心想这倒是真的。大陆这些年经济发展是快，可社会保障这块跟台湾比起来还真有差距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可是出了名的，基本上人人都能看得起病。这点确实让很多陆配到了台湾后都觉得赚到了。除了健保，小雅还发现台湾的公共服务也特别贴心。她有一次坐公交车，看到车上有个老太太拄着拐杖，司机居然直接把车停稳，然后下车去扶老太太上车，还帮她找了个靠前的位子坐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在广州坐公交，司机巴不得你赶紧刷卡上车，哪有空管你是不是老人啊？可台湾这边连个公交司机都这么有耐心，我真是服了。我听了哈哈笑，说这就叫台湾的人情味啊，他们社会节奏慢，但服务意识强得很。说到人情味，小雅还跟我提到了台湾的社区氛围。她住的小区是个老社区，房子看着破破旧旧，可邻里关系好得不得了。有一次她下楼扔垃圾，正好碰上个邻居大姐，那大姐看她是新面孔，就热情地跟她打招呼，妹妹你是新搬来的哦，来我给你拿点自家种的菜。说完还真塞给她一袋青菜。小雅说，丽姐，我在广州住了那么多年，邻居谁是谁我都不认识，更别提送菜了。可台湾这边人跟人之间像是熟得不得了，感觉好温馨啊。这让我也忍不住感慨，大陆这些年城市化太快，高楼盖起来了，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拉远了。台湾呢？虽然城市看着旧，可社区文化保存得好，大家都讲究个里人为美，邻里之间互相照应。小雅说，她后来才知道，台湾人特别重视这种小日子里的幸福感，不像大陆人总想着赚大钱住豪宅，他们更在乎生活过得舒心不舒心。当然啦，小雅也不是光看到台湾的好，她也跟我吐槽过一些不习惯的地方，比如说台湾的交通让她有点抓狂。她跟小陈去了一趟高雄，坐了他们的捷运，也就是地铁。她说，丽姐，台湾的捷运是挺干净，可线路少得可怜，才几条啊。跟广州地铁一比，简直是小儿科。
我还以为这么发达的地方，交通肯定很牛，结果发现他们还是靠摩托车满街跑。小陈听他抱怨，就笑说：台湾地小啦，捷运够用就好，大家都习惯骑机车，方便又省钱。这话让小雅有点无语，但她也慢慢接受了。她跟我说：丽姐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台湾人真会精打细算，他们不爱铺张浪费，连交通工具都挑最实用的。跟大陆比起来，咱们是啥都追求又新又大，他们却是能用就行，能省就省。我听了点点头，心想这倒是两岸发展思路的一个大差别。大陆这些年是大手大脚往前冲，基建搞得轰轰烈烈，可台湾呢，早就过了那个阶段，现在是细水长流，稳扎稳打。再说回经济，小雅还有一次震撼是跟着小陈去参加了个朋友聚会。那天聚会的人里有个家伙是台积电的工程师，聊起工作时一脸淡定地说：我们公司啊，全球芯片市场有一半是靠我们撑着的。小雅听了这话，差点没把嘴里的珍珠奶茶喷出来。她跟我说：丽姐，我以前只知道台湾有科技产业，可没想到这么夸张。台积电这名字我听过，但真没想过它这么牛，连苹果的芯片都靠他们做。我笑着说：妹子，你这叫发现新大陆啦！台湾的经济命脉就在这儿，别看表面不起眼，人家可是闷声发大财的主。小雅后来还特意上网查了查，发现台湾的人均 GDP 比大陆高了好几倍，连生活水平都稳稳排在亚洲前列。她跟我说：丽姐，我算是服了，台湾这地方真是低调的吓人。你看他们街头巷尾破破旧旧，可人家兜里有钱，日子过得滋润，哪像咱们大陆人，总觉得没高楼没豪车就不叫发达。我听了哈哈笑，说：这就对了，台湾的发达不是靠外表撑起来的，是实打实的底子硬。小雅跟我聊到这儿的时候，已经是满脸感慨了。我笑着逗她：妹子，你这从震惊到服气，才1个多月就彻底被台湾收服啦。她一听就乐了，回我说：丽姐，你别笑我，我这真是越带越觉得台湾有意思。以前我总觉得大陆发展快才叫牛，现在才知道台湾这慢节奏里藏着多少真本事。我一听这话就知道他肯定还有不少故事要讲，赶紧让他接着往下说。接下来小雅给我讲了她在台湾慢慢融入生活的过程。她说住了一段时间后，她开始试着自己出门跑跑。她老公小陈平时忙着公司的事，她就自己搭捷运去台北市区逛街。有一次她在西门町看到一堆年轻人穿着潮服跳街舞，旁边还有卖小吃的摊贩，热闹得跟广州的北京路差不多。她跟我说：丽姐，我当时就觉得台湾这地方虽然旧，可年轻人的生活一点不比大陆差。他们也有自己的潮流，夜市里啥好吃的都有，吃喝玩乐样样不缺。我听了点点头，心想这倒是真的。台湾的年轻人虽然常抱怨经济停滞，可日子过得一点不憋屈。逛着逛着，小雅还发现台湾的夜市文化真是别有风味。她在士林夜市吃了大鸡排、臭豆腐，还喝了杯超大杯的芒果冰。她说：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东西虽然看着简单，可味道好得不得了。我以前在广州吃夜宵，都是些连锁店的炸鸡汉堡，哪有台湾这种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啊？他还特意提到夜市里那些摊贩老板特别会聊天，随口一句妹妹你从大陆来的哦，多吃点啦，就让他觉得心里暖暖的。我听了哈哈笑，说这就叫台湾的庶民文化啊，他们不爱搞高大上，但接地气得很。说到融入，小雅还有个大发现，就是台湾的教育和文化氛围。她有一次跟着小陈去参加她侄子的学校活动，那是个小学毕业典礼。她说：丽姐，我当时看到那些小学生，一个个穿着整齐的制服上台表演节目，老师还在旁边鼓励他们说自己的梦想。我就想，这跟大陆的小学差别也太大了吧？咱们那儿小学就忙着补课考试，哪有空搞这些？小陈听他感慨，就跟他说：台湾这边啊，从小就教孩子怎么做自己，不像大陆那么卷。这话让小雅感触特别深。她跟我说：丽姐，我以前老觉得大陆的教育是世界顶尖，毕竟高考那么卷，出的人才多。可台湾这边教育压力小，反而让孩子更有想法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们大学毕业生出去，
很多人直接进科技公司，或者自己创业，能力一点不差。我听了点点头，心想这倒是两岸教育思路的一个大不同。大陆是拼分数、拼资源，台湾却是稳扎稳打，注重实用。当然啦，小雅也不是完全适应了台湾的一切。她跟我吐槽过台湾的天气，说台北一下雨就没完没了，街上到处是湿漉漉的。她说：“丽姐，我在广州习惯了夏天热冬天暖，可台湾这潮湿劲儿真是让我有点受不了。衣服洗了3天都干不了，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住海边了。”我听了哈哈笑，说：“妹子，这你就得习惯啦，台湾是岛啊，湿气重是没办法的事。”她听完也只能无奈地耸耸肩，说：“也对，反正人家有钱有福利，湿点就湿点吧。”说到最后，小雅给我讲了她对台湾的最终感悟。她说有一天晚上，她跟小陈坐在阳台上聊天，看着远处台北101的灯光。她突然问小陈：“你们台湾看着这么旧，怎么还能这么有钱啊？”小陈想了想，说：“阿雅啦，台湾是小地方，资源不多，所以我们就学着把东西用好用久。房子旧没事，只要住得舒服就好，钱不多没事，只要够用就行。咱们不爱跟人比排场，就比谁活得开心。”这话让小雅彻底想通了。她跟我说：“丽姐，我算是明白了。台湾的发达不是咱们大陆那种高楼林立、遍地豪车的发达，人家是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健保好、教育好、生活好，连空气都比大陆干净。你看台北街头那些老房子，乍一看破旧，可里面住的人可能存款比广州好多白领都多。”我听了哈哈笑，说：“妹子，你这总结的太到位了，台湾就是个低调的土豪啊。”小雅还跟我聊到两岸的价值观差别。她说：“丽姐，大陆人总觉得没钱就没底气，所以拼命赚钱买房买车，活得特累。可台湾人不一样，他们觉得钱够用就行，剩下的时间得拿来享受生活。我刚来的时候觉得他们懒散，现在才知道人家这是真会过日子。”我听了点点头，心想这倒是真的。大陆人讲究先苦后甜，台湾人却是及时行乐，各有各的道理。说到这儿，小雅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她跟我说：“丽姐，我现在不光不嫌台湾破旧了，还觉得这破旧里藏着满满的幸福感。跟大陆比起来，台湾是另一种牛逼，慢条斯理，但底气十足。”我听了笑着说：“那可不，你这趟婚姻真是嫁对了地方，也看对了风景。”她听完也乐了，说：“丽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得谢谢你当初牵线，不然我哪能有这机会体验这么精彩的人生啊。”故事讲到这儿，小雅的台湾之旅算是告一段落。我听完她的经历，也忍不住感慨，两岸各有各的精彩，大陆是大步流星往前冲，台湾是细水长流稳着来。小雅从一开始的震惊，到最后的融入，真是个活生生的例子，证明了台湾这地方绝不是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。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啊？欢迎留言跟我聊聊你们的想法哦。